怎么可能？这是诈尸了吗？谁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，我定让他千刀万剐！大白天，见鬼了！龙妈，你当真要去死？对，我必须要死一次。您可是富可敌国的金融女皇，无人能敌的武林神话，更是全七九州的龙妈。您已站在凡人之巅，比肩神明，此生无憾。为何突然之间想不开呢？谁说我没有遗憾？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我的儿子小天。小天在边关从军，身负重身，终身痴傻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至少，少主还活着。小天是活着，可是却继承不了我这偌大的家业。而且，等我死了，谁又能来代替我照顾小天呢？只要你公开身份，谁敢欺负龙妈之子？更何况，你的养子穆小龙乃是名校高材，儿媳柳如烟是豪门千金，丈夫赵连成更是武道宗师。您可以把家业和少主放心的交给他们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我活着，他们会对小天好，但如果我死了呢？您是要用自己的死，对他们进行一场试炼？不必多问，明天我就得拿到病危通知书，后天就得暴毙，大后天举行葬礼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如果我死了，他们能善待小天，我才能放心把一切交给他们。哈，看见！杀！嘿嘿嘿！杀你！杀打打打打打打打！哈！杀你啦！杀你！杀你！小天，妈妈，过来。小天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。那妈妈，我们去游乐园玩吧啊！好。病的病情不用乐观，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看吧，儿子舍不得你啊！你说你好端端的，怎么就胃癌晚期了？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这人活一辈子，总是要走上这一遭的。妈妈，你起来玩啊！妈妈，你快要晒屁股了，你还睡觉？你快起来！小天，妈妈累了，这次起不来了。哎，那以后小天背妈妈，替妈妈走路，就算妈妈起不来也没事。那你起来玩吧，哎。小天，不闹了啊！老婆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请了江南第一神医过来为你诊治。我们柳家也请了海外最强医疗团队，随时可以为婆婆您手术的。不用麻烦了。老天爷呀！你开眼啊！我愿意用我自己的命来换干妈的命啊！对，你死了！小天儿，别闹。傻孩子，不需要。我现在唯一的心愿，就是你们可以替我好好照顾小天。小天是我弟弟，我如果不照顾他，谁来照顾？啊，3年前原本是我妹妹嫁给小天，是我看小天可怜，才主动待嫁来照顾他。
您放心的去吧，我会替您好好照顾他的。你坏姐姐，我打死你！小天是个好孩子，以后就算一无所有，我也会把他当亲儿子养。你们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3天后的葬礼，我会亲手把穆氏集团的一切交给你们，小天也就拜托你们了。干妈，你放心，我在这里起誓，我干爹如烟在这里立誓，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小天儿，否则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对，不得好死。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小天，我们走吧。妈妈，那我去游乐场玩了啊，给你吃糖。走喽。也许是我多虑了，但是为了小天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这颗假死药，人吃了之后就会变成活死人，药效持续12个小时，直到葬礼结束才会醒来。小龙、如烟、连城，这场葬礼是我对你们的考验，希望你们说到做到。哎，小龙，哎，妈妈，你怎么还在睡啊？你快起来，你是不是累了呀？我给你捶腿，妈妈，妈妈，你起来呀！小天，节哀顺变，伯母她已经走了。哎，你在骗我？妈妈肯定累了。她一会儿就醒了。你妈妈，你快起来呀！你再不起来，我给你挠痒痒了啊！妈，我好无聊啊！小天儿，来，过来按个手印，哥哥带你去游乐园玩。哎，游乐园，好啊！那小天要坐过山车，那不行呀、小天想等妈妈醒了一起去游乐园。小天儿，你过来按个手印，等哥哥带你去游乐园回来，妈妈就醒了。小天，来，乖，抱抱糖。这是什么合同？当然是抚养合同啊！听话，快过来。来，小天是乖孩子。不行啊，我还是想等妈妈醒了再去游乐园，跟妈妈一起吃糖。等你按了手印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来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抚养合同，而是转让合同。你们竟然要夺走穆家的所有家产，还要把小天送去孤儿院！你们对天发誓要替我养小天，然而我尸骨未寒，你们却要掠夺家产，谋害小天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看来这场葬礼我真是办对了。穆氏集团是我干妈的一生心血，可是这穆天是个傻子。要是把穆氏集团交给这个傻子，那不是白白糟蹋了我干妈的一生心血吗？没错，小龙是名校高材，让他继承穆家理所应当。这穆天从1到10的数不清，家产给了他，不是肉包子喂狗吗？
可你们发了毒誓，说要照顾穆天一辈子的。那种话，是为了让我干妈能走得宽心才说的。那些话呀，说给死人听也就罢了，活人谁他妈信啊？就是，像他这种傻子活在世上，就是给穆家这种一流家族丢脸。换做以前，早就陈塘淹死了，把他送去孤儿院都算厚道了。没想到这俩人不仅忘恩负义，还心思歹毒。等我醒来，一定好好收拾他们。穆小龙、柳如烟，你们这样对穆天，就不怕穆伯母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吗？干妈泉下有知，还会感谢我呢。穆天，你不按手印是吧？行，在场的各位，你们有谁是支持我继承穆氏集团，并且把这个傻子送去孤儿院的，都往前一步，站我身后来。柳清雪，你看到了吗？在场的所有人都支持我继承穆氏集团，把这个傻子送去孤儿院。在场的谁敢反对我？我反对，我支持穆天。妹妹，你真要跟我们作对吗？好甜呀！吹个球，吹个大气球，打了气球玩球球。哎呀呀呀呀！你小心呀！哎呀，痛啊！小天啊，你没事吧？漂亮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穆伯母对我们柳家有恩，小天更是救过我的命，我绝不允许你们欺负他。柳家上上下下都支持小龙，你要是还站在这个蠢货的旁边，我就把你逐出柳家。姐姐，你还没有权利代表柳家。是吗？那我呢？我是柳家的家主，我支持穆小龙。刘海川，当年柳家破产，你差点跳楼，是我用10个亿把柳家救了回来。没想到你也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。等我醒来，这笔账会跟你好好算清楚。穆家的未来都压在小龙一个人的肩上。我建议，小龙不但要继承穆家的财产，还得要娶走我的女儿，这才对得起你干妈的养育之恩啊！爸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岳父大人这么做，那也是为了穆家着想啊！谁知道傻子的基因会不会遗传？如烟和我在一起，那才是对穆家最好的传宗接代。婆婆在天有灵啊，肯定会感谢我们的。感谢你？等我醒来，只会把你们这群白眼狼挫骨扬灰。爸，你不能这么做！别忘了，当年是穆伯母救了我们柳家全家。柳家能翻身，全靠我自己的本事，关这个死人什么事？爸，够了！既然你这么心疼这个傻子，那你嫁给他呀。好，我嫁就我嫁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穆天的妻子，我就是穆天的妻子，生死相随，不离不弃。柳清雪，你真的要支持这个傻子违抗我的命令？信不信我家法处置，再把你逐出柳家？别说你要动用家法把我逐出柳家，你今天就算是要我的命，我也无悔。好，真是贱骨头！来人，上家法！爸，我来带了。放掉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柳清雪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支持我们，要么
支持这个蠢货，挨我100遍，然后滚出柳家。听说是挨1000遍、10000遍，我都要支持慕天，跟你们这群白眼狼斗到底！好，那我就要看看你这骨头有多硬。小媳妇儿，小媳妇儿，没事，我不痛，还不痛是吧？还有99遍，都要看看这骨头到底有多硬。小媳妇儿，痛不痛？痛不痛啊？小媳妇儿，痛不痛？小媳妇儿，你流了好多血呀！没事，放心，我在，绝不会让他们欺负你。柳家忘恩负义，但小雪却有情有义，只有她愿意守护我的小天。等我醒来，一定要为她戴上王冠。柳清雪，从今天起，柳家再无你容身之地。你以为我想留在忘恩负义的柳家？我现在是穆家的儿媳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支持我的丈夫。你一个人支持他有个屁用啊！真正有决定权的是集团的股东。不错，今天正好把所有股东都叫来，看他们支持谁。给我把穆氏集团所有的股东都叫过来，我要在灵堂召开股东大会。股东大会现在正式开始表决，谁反对，谁赞成，支持穆小龙继承穆家财产的，请举手。你们无权决定，穆天也是大股东，他身上有15%的股份。我们这所有人加起来的股份有30%，是这个傻子的2倍。穆伯母身上还有25%，这都是属于小天的，他们加起来一共有40%。干妈又没有立遗嘱，说要把自己的股份给这个傻子。现在我们有30%的股份，就是最大控股，就是拥有最高决策权。不错，现在想来，木兰没有立遗嘱，只怕就是担心傻儿子继承了资产，败光了穆家。现在好了，股东会一致通过，由穆小龙继承穆家一切资产。不对，还有其他股东，你们说了不算。还有其他股东哪儿呢？穆氏集团最大的几位股东都在这儿了啊！一般的散户连他妈进门的资格都没有。谁说我们没有资格？小天，梅姨，梅姨，我妈妈睡了好久，你快帮我把妈妈叫醒啊！小天，董事长他已经家啊，这是我给你凑的份子钱。梅姨，我有钱买棒棒糖的，妈妈一会儿醒了也会给我买糖吃的。拿着。我以为是他妈什么隐藏的大股东呢啊！哼。李梅，你只是我家的保姆佣人，还有你后面这些，要么是农民工，要么是保安，这种穆氏集团最底层的人也配叫来这里跟我叫板吗？我们确实是底层，但我们也是公司的股东。这是穆董生前分给我们的干股，加起来共有20%，我们也是大股东。梅姨的20%。加上小天的15%，一共35%，比你们多5%，所以你们说了不算。这不可能啊！他们这群底层怎么会拥有这么多股份？穆董生前很照顾我们这些穷苦的员工，给了一点股份给我们，让我们改善生活。我女儿的学费就是用的穆董的股份分红交的。我儿子得了白血病，多亏穆总的支持，才有钱看病。我妈老年痴呆，没有穆总的股份，她连疗养院都进不了。想不到
穆伯母这么关心下面的员工，不懂菩萨心肠。小天也是善良的孩子，我们有一份力就出一份力，绝不会让犯人欺负小天。就是绝不会。患难才见真情，没想到李梅他们如此知恩图报。等我醒来，也一定要好好感谢他们。至于这些白眼狼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我的怒火。干妈，你有这些股份留给我不好吗？非得分给这些泥腿子，让他们专门来跟我作对。他们这群底层垃圾，说不定就是想抱住这个傻子，然后骗穆家的钱。他们明明就是来报恩的，像你们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是不会懂的。哼，报恩是吧？行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把你的股份交出来，举手支持我；要么洗干净脖子等死。我们只会支持穆天，支持穆天，支持穆天，支持穆天。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就别怪我。喂，人是什么？现在有几个员工跑到灵堂来闹事，我要你们马上炒了他们，然后给我动用一切手段断了他们的生路。穆小龙，你打不倒我们，是吗？什么？医院要断掉王子的药？你们凭什么把我妈赶出疗养院？什么？我女儿被开除了？穆小龙，你真要赶尽杀绝吗？你们这些人就算是有了股份，也是普通人。老子一句话就可以让你们生不如死。现在举手支持小龙还来得及。穆总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我们就算死了也要支持穆天。对，我们支持穆天，我们支持穆天。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你不举手，那我就打断你的手，帮你举起来。穆小龙，你疯了！哼，谁敢挡我，我就灭谁。来人！梅爷，梅爷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支持我还是支持这个傻子？我支持穆天！梅爷，梅爷，你这么做，这叫报应啊！报应？我干妈都已经死了，怎么她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找我麻烦吗？就是，你让他爬起来一个试试啊！还有10分钟，我就会醒过来，到时我一定亲手废了你们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支持我，还是支持这个傻子？我支持穆天。对，我们支持穆天，支持穆天，支持穆天。穆小龙，你看到了吧？公道自在人心。你这样对待穆天，就不怕穆伯母在9泉之下不得安宁吗？一个死人罢了，就算是砸了他的棺材板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住手！住手！谁敢挡我，我就灭了谁！你们不是都向着他的傻子儿子吗？都跟我作对。行，那我就让这个死老太婆死了都没办法安宁。住手！你不要伤害我妈妈！蠢东西，你找死！不要看小天！不要！住手！给我按住他们！小天，小天，小天！妈妈，你快醒醒呀，妈妈！小天，不，还有5分钟，等我醒来，这帮畜生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小天，我让你爽！爽死！小天，不要！
穆家的财产是我的，你一个傻子凭什么跟我抢？小天，别怕，妈妈马上就要醒了。我妈妈马上就醒了，她会来救我的。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了，你妈妈在里面躺着呢，她怎么救你啊？啊，做梦是吧？小天，我的孩子，你敢伤他半根毫毛，我必让你们血债血偿，百倍奉还。你完蛋了，我妈妈马上就要死了，你完蛋了。大功告成。小天儿，小天儿，你不是做梦都想去见你妈妈吗？我现在就送你下去见她。来，来，想见妈妈吗？好，我现在就送你去找你妈妈。小天，小天，小天，啊，小天，松手！老太婆，你已经死了，你的一切，穆家的一切都是我的啦！你们不是喜欢拿死人压我吗？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，我让这老太婆死无葬身之地！这些个畜生！怎么可能？这是诈尸了吗？谁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，我定让他千刀万剐！大白天，见鬼了！不能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不清醒了，小天。秦雪，你照顾好小天。你故意死，就是为了试探我们。我不试一试你们的真心，又怎么放心把小天和穆氏的一切都交给你们？如今看来是做对了，穆小龙，你果然忘恩负义，猪狗不如！穆天他是个傻子，你真的要让他继承穆家吗？我从来没想过让穆坚继承穆家，我只是想让你们照顾他。结果你抢夺家产也就罢了，你还残害穆天，甚至还要砸我的棺材，完全是丧尽天良。这不都是你逼的吗？你根本就没把我当你的儿子，你根本就不信任我，还搞什么试炼？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我没有把你当亲儿子，当年要不是我把你从垃圾堆里捡回来，把屎把尿养大成人，你早就冻死在街头了。后来我又把穆氏交给你打理，让你享尽荣华富贵。这20多年来，可曾有一个亏待过你？你不信任我，你偏心偏到了姥姥家，这不是最大的亏待吗？你只相信你的傻儿子，因为他是你的亲生骨肉，而我永远只是一个外人。没错，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小龙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保。谁知道你会不会哪天看他不顺眼，把他像垃圾一样扔出去？我没错，要怪就怪偏心，你把一切都给了你的傻儿子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我有什么错？我偏心，当年我们一家3口穷困潦倒，你从来都是穿新衣新鞋，小天都是穿的旧衣旧鞋。后来小天考上了985，而你只考上了技校。为了圆你的大学梦，我让小天把升学的机会让给了你。再后来，穆氏步入正轨，财富越聚越多，但家里的豪车豪宅写的都是你的名字。我是偏心，但我是对你这个干儿子偏心。我的亲儿子小天有太多的亏欠，这才是真相。这些都是虚的，反
反正这一切终归最后都是他的。要不是他傻了，你早就把我赶出去了。你这个畜生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就算小天正常，他也没想过跟你这个哥哥抢家产。你放屁！如果不是他傻了，我如今还能有站在这儿的机会吗？你问问大伙儿，谁相信你说的鬼话？是吗？那你知道当年穆天为什么要去边境参军吗？我他妈哪知道，放着好好的大少爷不去当，非要去边境打生打死，多半是闲得蛋疼吧。穆天之所以去参军，第一是为了报效祖国，第二还是想把穆家的一切都让给你。不想跟你争，主动选择离家，因为在他心里，荣华富贵哪有金金可贵？我呸！说的比他妈唱的还好听。这世界上哪有人会把自家的财产让给外人？那岂不是比他妈真傻子还傻？我可以作证，当年穆天亲口对我说，他不想和你这个大哥争家产，于是他主动参军。他和你们这种白眼狼不一样。这是5年前他参军时给我发的消息，字字属实。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？你这个黑心白眼狼，怎么可能理解穆天的善良？他一直都把你当亲哥哥，而我也一直都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儿子。我原本打算把穆家的一切都传给你，只可惜你忘恩负义，狼子野心，让我失望透顶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我木兰的儿子，我将收回你在穆家的一切，然后全面封杀你。像你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，就应该去街头乞讨。还有你们柳家以及你们这些股东，都辜负了我的期望。穆氏集团不仅会终止和你们的合作，还会全面狙击你们。你们就和穆小龙一起去街头乞讨吧。现在不归我的事，干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快死了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住手！小龙，怕他干什么？别忘了，穆天那个傻子可是签了股份转让合同，现在大半个穆氏集团都是你的。对，老太婆。现在穆氏集团是我的，你想让我出去当乞丐，可没那么容易。穆氏集团我只手遮天，要灭你，那只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什么？一句话你就能灭了我？我怕你现在在穆氏集团，哪怕说1万句话，都连个放屁都不如。这份合同。你的傻儿子已经把他那15%的股份转让给我了。现在小龙手上可是占据着45%的股份，而你只有25%，这25对45，不就是以卵击石吗？你还拿什么跟我们斗？我这还有20%的股份，我们都支持穆董，支持穆董，支持穆董，支持穆董。你们支持有个屁用！这份合同是他儿子亲自签的，整个穆氏集团的继承权都给了我。死老太婆，你现在就算是从棺材里爬出来也没用了，因为整个穆氏集团都属于我。依我看呢，你还是继续带着你的傻逼儿子滚回棺材里继续躺板板吧。这一巴掌打你残害兄弟，这一巴掌打你不忠不孝，他是个白眼狼。这一巴掌打你忘恩负义，打得好，打死他！傻太婆，你敢打我？你对小天的所作所为，别说打你，就算杀了你又怎样？快放手！小龙现在可是穆氏集团总裁。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这个贱货说话了？老太婆，你凭什么打我女儿？水性杨花，见利忘义，这就是你交下的好女儿。今天要不是亲血在这儿，你们柳家也要灭在这儿。灭了柳家，老太婆，你别忘了，我已经把你逐出了穆氏集团。现在的穆氏集团与你再无半点瓜葛，你一条丧家之犬，
也在这大言不惭。我没教过你，嘴巴要放干净吗？你行，算你有种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穆氏集团现在是我的。来人，把他们抓去丢了。是。动啊！我看谁敢！穆小龙，你现在说了不算，你干爹赵连成呢，还有10%的股份，等他过来。我就拥有55%的绝对控股，以你区区45%的股份，根本夺不走穆氏。你确定干爹他会支持你？他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不支持我还能支持谁？谁说的？我支持小龙。赵连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支持小龙，你是耳朵聋了没听到？赵连成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也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？当年你跟别人比武，被断手断脚，是我把你背到医院里。后来赵家的武馆濒临倒闭，也是我出钱出人让他崛起。如今赵家武馆成为南省第1，而你也成为武道宗师。结果，你跟这群白眼狼一起夺我家产。我能有如今的地位，全凭我自己的武道天分。再说，你们把生意做这么大，得多亏我这个武者的庇佑。什么忘恩负义，我只是帮小龙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罢了。干妈，别废话了，我现在有我干爹支持我，拥有55%的绝对控股，而你已经没有任何底牌了，是吗？可是穆氏集团的投资商和合作商都只信赖我，再多的股份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穆氏集团的项目合作合同，这个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有我在，他们才会继续合作，没有我，所有的项目都会停摆，到时候穆氏集团只不过是个空壳罢了。这不可能！什么？穆氏集团的合作项目都是奔着这个老太婆来的，换人就是违约，还有3倍赔偿金。3倍违约金，那可是300亿，你赔得起吗？一张破合同罢了，我就不信那些合作商凭什么相信你这个老太婆？凭什么？凭我的人品值得他们信赖，这是我从商20多年来的口碑。大家都是开门做生意的，项目要是黄了，大家都没钱赚，你的口碑顶个屁用！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他们过来，当面改合同。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一样凭利益做事吗？做生意不讲利益，讲什么？喂，张总，你们这些合作商现在来灵堂一趟。穆氏集团现在由我做主，我要当着大家的面把项目负责人的名字换成我的。他们不会换的。你已经被除名了，没有资格再领导公司的项目。你们搞错了一点，合作商之所以给穆氏项目，那是因为我。如果没有我，就没有继续合作的必要了。老太婆，你也不他妈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上百亿的项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没错，他们之所以跟我们合作项目，完全是看在穆氏集团的份上。你们要改合同，张总他们是不会同意的，到时候你们就是违约。哼，他们要是不同意，那项目也就没法进行下去了，那就是双输喽。我就不信他们会为了你这个老太婆白白搭上100亿项目。张总马上就到，今天这合同我改定了。就是啊，谁要改合同？穆董，您不是已经……没事，我活得好好的。是吗？穆氏集团现在由我做主，他是死是活无所谓，反正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
也与他无关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是穆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这个老太婆已经被我开除出去了。现在我想请你把合同上合伙人的名字改成我的，从今往后祝我们大家合作愉快。穆小龙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穆董就是我们唯一指定合作的人，你哪里凉快？哪儿待着去？穆小龙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哪怕我死了，项目合作人也轮不到你，更何况我现在还好好的活着呢。行，不敢是吧？这儿有30个亿，只要你把合同上木兰的名字换成我穆小龙的，1个字值10亿。后续的合作我会让利50%，我会让你们这些合作商赚得盆满钵满。穆小龙，论无耻，你天下第一。为了夺取穆氏，你竟然不惜出卖穆氏的利益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能帮张总赚到更多的利益，他当然会跟我合作了。项目的最终收益只有10亿，你却给我30亿，就为改一个名字。只要张总肯跟我合作，今后还能得到更多。只可惜我这个人认死理，这些项目非穆董不可。你干什么？我们之所以跟穆氏合作，就是冲着穆董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别说30亿，你就是出300亿，我们也只认可木兰这2个字。放着钱不赚，你们是白痴吗？就是，项目要是停摆，你们也得亏钱。为了这么个老太婆，值得吗？10年前，如果不是穆董出资扶贫助农，我和我们老家的人现在还在种地呢。曾经我被高利贷追债，要不是穆董帮我还贷，说不定我早就被打断了双腿了。当年我的项目无人投资，多亏了穆董慧眼识英雄，要不然我月入3000都难，如何能够年入过亿？一点他妈的小小恩情，值得你们记这么久啊？这不是小事，而是大恩，得人恩果千年记。你这种良心被狗吃来的东西，懂个屁！行，你们不肯换人是吧？那我就违约啊！反正我不会赔偿违约金，你们的项目也休想推进，大不了大家就一起亏钱，一起双输，一起完蛋嘛！你违约那是你的事，我们的项目是不会停摆的，只要穆董在，项目就继续。你什么意思？当年穆董帮我们，如今该我们帮他了。就算你是白眼狼，窃取了穆氏又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出钱帮穆董建一个新穆氏集团。什么？我出50亿，外加全套原料、厂房。我出30亿，再加3000名员工。我出20亿，外加全部供应商。100亿！100亿了！天哪！不能这么做。我们才是穆氏集团。几条白眼狼还敢自称穆氏集团，别玷污了穆董这20年的名声。穆董站在哪里，哪里才是穆氏集团。这不可能。谢谢你们的信任，穆小龙，你看清楚了吧？你能夺走我明面上的资产，却夺不走我真正的财富。真善美无价，情义抵千金。可惜你这白眼狼永远都不会明白。穆董，他不仅夺不走您的财富，还得赔偿我们300亿的违约金。到时候这300亿也将作为新穆氏的启动资金。你们这群王八蛋，区300亿还吓不到我，凭我的本事，分分钟就能赚回来。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你哪来的什么本事赚钱？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凭我自己的实力得到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20年前，我在垃圾桶发现了还是婴儿的你，当时一群野狗正围着你，为了救你，我差点被野狗咬死。这救命之恩，你认不认？我认，我认个屁！婴儿有危险，正常人看见了不救，岂不是畜生不如丧尽天良？孝与救命之恩，也亏你说得出口。好，这救命之恩你不认。你小时候为了让你多吃肉长高，我跟小天一天3餐吃素，每天饿得头昏眼花，营养不良，就为了给你节省餐费。这养育之恩，你认不认？老子生来就是天才，自然是要吃最好的，才能茁壮成长。你们这对穷3母子，给我省餐费，不就是为了在我身上投资，未来赚得更多吗？养育之恩，我呸！太
大学毕业，你说你要创业，我出钱送你出国深造，回国后我给了你3亿资金创业，结果你创业失败，还道歉30个亿，我掏光家底替你还债，后来还让你回慕氏做高管，这扶持之恩，你认不认？就你那点扶持，打发叫花子呢。要是我亲妈扶持我，我他妈早就是江城首富了。你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个亲妈？我亲妈身份非凡，我早就偷偷跟她相认了。有她撑腰，你们谁不怕的，可以来动我试试。我不管你亲妈是谁，要收拾你，易如反掌。收拾我？我现在就打电话把他叫过来，我看看是谁收拾谁。是吗？那你打电话把他叫来吧。好，死老太婆，你想死是吧？我成全你。喂妈，你现在过来帮我，这个死老太婆装死坑我，你过来帮我收拾她。穆小龙，你现在认错还来得及。穆伯母现在有这么多人支持他，谁来都救不了你，别把你亲妈也给害了。就凭他，小龙的亲妈可是帝都顶级财团的高管，随便吹口气都能让穆家散架。要不是我心有不甘，想要吞并穆家，我早就回到我妈身边去了。现在呀，只有让我妈帮我灭了穆家，才解恨。穆氏的底蕴超乎你们的想象，别说毁掉穆氏，你亲妈连擦破穆氏点皮都难。像你这种三流公司的蝼蚁，怎么能理解财阀大人物的能量？我敢接手穆氏，也是因为有我妈撑腰。是吗？那你让你妈快点来，让我开开眼吧。行，我妈马上就到了，你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睛看清楚了，她是你这辈子都见不到的大人物。你错了，我才是他这辈子都见不上的大人物。大言不惭！就凭你，妈，你终于来了。小龙，她是你亲妈？对，她就是我的亲妈韩东芝，九龙集团的主管。九龙集团那可是大夏第一的龙头企业。据说九龙集团背后就是传说中掌控大夏金融经脉的金融女皇。九龙集团的主管含金量比江城首富还足呢。这3年，我看在我儿子的份上，一直在暗中扶持穆氏。要是没有儿子这层关系，这小小穆氏想要崛起，简直做梦，是吗？什么时候穆氏集团需要仰仗你了？老太婆，你老糊涂了。这3年，穆氏集团的所有订单都是九龙集团给的，依靠的就是我跟我妈这层关系。没错，这小小穆氏能做大做强，是因为我扶持了我儿子，我可以让他上天，也可以把他踩碎。踩碎穆氏，只怕你还没有这个本事。是吗？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有多大的本事。以我的名义狙击穆氏，3分钟内我要让穆家百亿资产全部蒸发。穆氏的百亿资产可是江城的最大资金流，一句话说蒸发就蒸发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质疑我？九龙集团再强，也不可能在3分钟之内摧毁像穆氏集团这样的百亿企业。你说的不错，确实不可能3分钟，1分钟就够了。怎么了？不好了，穆董，不明资本狙击了穆氏集团，公司的百亿资产全部蒸发了。这不可能！这难道就是九龙集团的能量？别说小小的江城，就算是整个大夏，九龙集团依然只手遮天。你们几个还不快滚！你们先下去吧。九龙集团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至于你说什么只手遮天，只会让人笑掉大牙。死老太婆，你吓懵了！我妈一句话就能让穆氏集团灰飞烟灭，这不是只手遮天是他妈什么？他只不过是狐假虎威而已。
老太婆，嘴硬没有用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我妈手眼通天，她能够让穆氏集团起来，也能让它灭亡，要不然也不可能让穆氏集团谈笑之间蒸发100亿资产。没错，小龙背后的靠山堪称巨富，能扶持穆家，也能踩碎穆家。所以他要拿走穆家的一切，理所应当。忘恩负义就忘恩负义，穆氏集团的崛起跟穆小龙他妈没有半点关系。这些年，你占尽了小龙这个干儿子的便宜，哪还有什么恩情可言？穆氏这些年的发展都是我给你的赏赐，你能坐上现在这个位置，还得跪谢小龙的恩情才对。我占尽他的便宜，救命之恩、养育之恩、扶持之恩，他穆小龙欠我的，一辈子都还不完。还不完？哼！这3年，穆氏集团的订单都是九龙集团给的，前后加起来刚好100亿。这都是靠我母亲的渠道拿到的订单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穆氏集团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。什么救命之恩、养育之恩、扶持之恩，100亿够还了吗？够还了吗？证据摆在这里，证明穆氏集团的崛起，必须是靠穆小龙和他的亲妈。是啊，这不然何止是占尽了干儿子的便宜啊，甚至啊是其他干儿子的血啊！足足100亿，哪怕木兰是穆小龙的亲妈，有什么恩情也该还完啊！是啊，对的，就是。我施恩不图报，但他穆小龙欠我的，别说100亿，10000亿都还不上。知恩不图报，我呸！我现在怀疑啊，当年拐走我的人贩子就是你。什么养育之恩、救命之恩，我看都是你编的故事吧。穆小龙，你这个畜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可不是胡说，说不定你当年就是知道了我妈的身份，所以才把我拐走，准备敲诈和勒索我妈。他敲诈勒索韩伯母不成，这些年反而利用你赚了个盆满钵满，这种做更加可恶。穆小龙，忘恩负义已经够无耻了，没想到你们还颠倒黑白。什么叫做颠倒黑白？这个叫做合理的推断。还合理的推断？20年前，九龙集团尚未成立，而且在九龙集团提拔韩东芝的时候，他只不过是一个流水线工人。试问哪个人贩子会去敲诈勒索一个月薪3000的普通人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从流水线？就算我过去只是个没钱的普通人，但我现在依旧是九龙集团的总管。我给穆氏集团的100亿订单可是实打实的。不错，穆氏集团能有今天，靠的就是我妈的这些福利订单。现在白纸黑字的合同就摆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是吗？你确定这个订单是你妈给的？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想清楚了再跟我说话。那是当然。是吗？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，这个合同上有金融女王的金印。哇，亲怀女人的印章，这真的有这么事？九龙集团的总裁就是金融女皇，所有的项目都得由她亲自盖章，这他妈有什么稀奇的？是吗？你要不问问你妈，能让金融女王亲自盖章的项目是什么级别的项目？你一个小小的主管有没有资格负责这个项目？老太婆，你的穆家都已经被我亲妈给灭了，现在你让我问我就问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说的不错，能让金融女王亲自盖章的项目都是 S 级项目，我这种级别的主管按道理是没资格跟进的。洗干净你们的狗耳朵，给我听清楚！九龙集团所有 S 级项目都由金融女王亲自审批、亲手跟进，跟她这个小小的主管没有半点关系。可如今她却恬不知耻，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她的。如果真正的金融女王知道了，又如何？跟我妈没关系，难道跟你有关系啊？再怎么说，我妈也是九龙集团的主管，我就不信金融女皇她会为了一个外人而跟她的心腹翻脸。没错，虽然这些项都是 S 级项，但也确实是我亲自负责跟进。这说明金融女皇欣赏我、信任我，才让我主导这些项，为我儿子谋福利。你连金融女王的面都见不上，就别吃想她会欣赏你了。你
金融女皇，屹立大夏财富的巅峰，号称商业之神，连我妈作为九龙集团的主管都见不到，你这种三流集团的死老太婆就能见到？我当然见不到，因为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金融女皇。老太婆，你要笑死我啊！你一个三流集团的老总，竟敢冒充九龙集团的总裁、金融女皇！你是看到牧师被灭，直接被吓疯了，所以开始胡言乱语、不知所谓了吧？金融女皇那可是身价100万的存在呀！我怎么还不知道你有那么牛皮的隐藏身份啊？我隐藏的身份有很多，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知道了，还有鬼了！老太婆，冒充金融女皇是重罪。就是，金融女皇不仅是九龙集团的总裁，更掌握着大夏的经济命脉。谁要是敢冒充她，直接进去关10年，坐牢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惩罚。敢冒充总裁，我有的是办法，你活不下去。金融女皇在你们眼里是高高在上，在我眼里却微不足道，为何要冒充？老太婆，我看你这张嘴是真的硬，到临头了还在嘴硬。你说你是金融女皇，那你倒是拿出东西来证明一下呀！要是你证明不了，我可以让你牢底坐穿。穆伯母，您不该冒充金融女皇的，得罪韩东之只是个人恩怨，可要是惹恼了金融女皇，那就是灭顶之灾呀！现在后悔晚了。老太婆，你说你是金融女皇，你拿出来证明。要是拿不出来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谁说我不能证明？接下来就睁开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这金融女皇的印章。妈，你可别被他给唬住了，这种就是路边随便找的萝卜章盖的，我花500块钱可以买1麻袋。你说是假的，就是假的。那是当然，我和你生活了20多年，对你可谓是了如指掌。你早年就是个摆煎饼摊的，你能从摆煎饼摊做到100亿墓室，已是你的极限。万亿的九龙集团，亏你敢想！就是牧师能达到100亿级别，那都是靠小龙亲妈的扶持。你说你是金融女皇啊？我看是吹牛女皇才对。你这印章啊，肯定是假的。穆氏集团本来就是我隐藏身份的手段，原来我是用穆氏集团来培养你和小天的，只可惜小天的脑子受损，而你就是条白眼狼。老太婆，我看你的嘴是真的硬啊！我做了你20多年的干儿子，你是什么身份能瞒得过我这种贴身亲人？我亲妈今天都到了，而且还是九龙集团的高管，你冒充金融女皇，简直就是撞在了枪口上。没错，我可是女皇的下属，对她的印章可谓了如指掌。真正的女皇印章是用1克拉价值1亿的玄金打造，全球只此一枚，绝不可能造假。她的确独一无二，根本无法造假。老太婆啊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传说玄金在黑夜中也能发出璀璨的金光，你说啥是真的？那你敢不敢拿来验一验啊？只要关灯，真正的玄金印就会在黑暗中发出金光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你胆敢来验吗？穆伯母，不能验啊！事情闹大了就没法收场了。蠢货，事情已经闹大了。这老太婆她要是不敢验，那就是假的，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清雪，你放心，穆小龙还奈何不了我。验，我没什么不敢的。行，那如果他要是假的，你怎么办？如果他是假的，任凭你处置。这印章要是假的，那他就是冒充金融女皇的罪犯，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他牢底坐穿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哎，妈，只让这个老太婆去坐牢，那太便宜她了。来人，拿鉴宝锤来。我这个鉴宝锤可是专门砸假货的，你要是和他一样假的，我会把你和他一起砸碎。穆小龙，你这畜生，竟然还想要穆伯母的命！他自己不知死活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别着急，如果他是真的又如何？不
可能是真的。要是是真的，我把这个锤子吃下去。好，这话是你说的，肉眼凡胎不识真经。关灯吧，接下来就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。既然你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给我关灯验玄经。老太婆啊，你的经印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个就是冒牌货。现在你跟我去死吧！一不小心，哎，不可能！这基因居然真的能发光，他真的是金融女皇的基因！不可能！他当了20多年的干儿子，他要是金融女皇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这金印一定是假的。我已经验证了它能在黑暗中发光，是真正的玄金材质，还敢嘴硬？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玄金才能在黑暗中发光。这是俺尼玛的荧光纯油，看，照样能在黑夜中发光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老太婆肯定是随便刻了个印章，在上边涂了含有荧光的涂料，以此冒充金印，这不是把大家当傻子骗吗？没错，这金印要造假很简单，给我500块，我能给他刻一堆。一群蠢货！涂料是可以刮下来的，而真正的玄金材质连切割机都切不动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试试。是个屁呀！它就是假的，我和我妈可没这么多时间给你浪费。没错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忙，谁给你个假货浪费时间？各位，为了庆祝我们母子相认，我已经向九龙集团总部申请了1000亿订单，这可是由真正的金融女皇亲自审批的 S 级项目。到时候金融女皇的接生秘书就会把订单给我送过来，你这种上蹿下跳的小丑马上就会现出原形。这是真的吗？小龙，如果我们真的拿到了九龙集团的1000亿订单，那你岂不是能一跃成为江城首富了？江城首富，格局小了。等我拿到这1000亿订单，我会成为江南13省的第1首富。到时候我会带着穆家成为100年世家。哎呀，只可惜这一切都跟木兰你这个老太婆没有半点关系了。江南首富，100年世家，那都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只是这种好事，也已经轮不到你们了。老太婆，你还真是不死心呐！金融女皇的贴身秘书马上就要把订单送给我，关你屁事儿啊！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登上巅峰吧！是啊，小龙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要是你没跟他断绝关系，我还不好给你拉这个订单呢。可如今你们恩断义绝，我总算可以放手服你，翱翔9天了。翱翔9天，这个白眼狼要是没有我的扶持，只能在臭水沟里打滚。老太婆，我看你的嘴真的就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等会儿金融女皇的秘书就会把订单送给我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死。就是，还敢冒充金融女皇，简直就是不知死活。等金融女皇的秘书到了，肯定会跟你算总账的。不用等我秘书来，这笔账我现在就能跟你们算。小叶，马上取消江城的1000亿订单，还有把韩东之给我开除了。这种人不配留在九龙集团。哎呦！老太婆，我看你是真的疯了吧？他不是疯了，他是演戏演上瘾，真以为自己是金融女皇了。别笑得太早，等会儿有你们哭的时候。呸！老太婆，这次项目可是金融女皇亲自审批的 S 级项目，你吓唬谁呢？你说取消就取消？就是。至于开除韩阿姨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人家可是九龙集团在江城的1把手，除非金融女皇直接放弃江城的分公司，否则绝对不可能开除人家。老太婆，你连九龙集团的项目怎么运作、人事怎么安排都不知道，就
就别在这丢人现眼、硬装总裁了。别着急，3分钟后就见分晓。3分钟？我堂堂九龙集团的高管，可没时间陪你这个疯婆子浪费3分钟。来人，给我赶出去！哎，妈，我们就陪他玩玩，3分钟我们等得起。现在就把他赶走，岂不是便宜他了？我要让他当众丢人现眼。就是，咱们再等他3分钟，反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呀。3分钟之后，要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话，咱们呀再狠狠收拾他，打肿他的脸。这3分钟对我来说无关紧要，但对你们来说就是事关生死。如果你们现在跪下认罪求饶，我还可以留你们一条生路。老太婆，你是疯了吧？3分钟后，要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就给我跪下磕头，然后把在场所有客人的血都给我踩干净。穆小龙，你还是人吗？怎么能跟干妈打这种赌注呢？干妈，这个老太婆坑了我大半辈子，我没把她干死就已经是很仁慈的了。何必跟这种畜生说人话？他听不懂。你，穆伯母，您不能答应啊！您刚刚不是一时气话吧？别忘了，小天还在这儿等着您呢。现在还叫我伯母？妈，小雪，你放心，他们这些跳梁小丑还动不了我。等我处理完这些垃圾，我会给你和小天办一场世纪婚礼，然后亲手给你戴上皇冠。还要戴上皇冠，你马上就要牢底坐穿。3分钟马上到了，你不是说要取消千亿订单，还要炒我妈鱿鱼吗？我还第一次见到找死还这么着急的人。少他妈废话！3分钟已经到了，屁事都没有发生。你现在就给我和我妈跪下舔鞋，要是不跪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，帮你跪。穆小龙，你这畜生，真要对咱妈下毒手！她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她冒充金融女王，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。动手！什么？千亿订单取消了，我也被开除了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能取消订单，更能断你的生路。你说我是什么人？你是金融女皇，万人之上，财富之巅的金融女皇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区区一通电话而已，难道就不能是外人假冒九龙集团的总裁打的电话吗？可是千亿订单已经取消了，韩东芝也已经被除名。你这个蠢货，还敢说是假电话？哼，1000亿订单，那可是 SSS 级项目，哪怕是要取消，至少也是要3天的流程，怎么可能3分钟就取消啊？没错，而且韩阿姨可是这次项目的总负责人，要是她被开除了，谁来负责这个项目啊？难不成你要说是老太婆你自己吗？我的项目怎么可能肉包子打狗？别说1000亿订单，就算是10000亿订单，取消也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你放心，我们马上安排人来接待你。这个项目我们也一定会努力完成的。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儿子，1000亿订单没有取消，金融女皇的秘书马上就到。听到了吗，死老太婆！1000亿订单没有取消，而且秘书马上就到了。刚刚你的那通假电话被戳穿了，就是他冒充金融女皇。治安队长，赶快把他给抓起来！看他这样子，还真有几分大人物的样子。你真是冒充的？一群蠢货，有眼无珠罢了。治安队长，别被他给唬住了。他就是穆氏这种3流集团的总裁，顶多就是个小企业家，怎么可能是金融女皇这样的商业巨头？就是。对呀，我们都是木兰的家人，我们可以作证。你们也配说是我的家人？所谓证人不值一提。不错，要指证他，起码还得有物证。行，你要物证是吧？啊，看到这条热搜新闻了吗？金融女皇现在人在海外洽谈商业项目，她人就在国外，
怎么可能会到现场呢？难道他会分身术啊？果然，我就说嘛，这真正的金融女皇啊，远在海外，怎么可能会站在这儿呢？你不是要物证吗？这就是了。看来你真的是冒牌货。既然如此，就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那只是我放出去的假消息，在国外谈生意的也只是我的替身，真正有资格作证的只有我的秘书一人，而他马上就会到现场。队长，人证和物证都在，赶紧抓人吧！就是啊，九龙集团的秘书可是金融女皇的亲信，要是等他来了，看到这冒牌货还在跳脚，一定会雷霆震怒的。就算是江城治安官，也不敢招惹九龙集团。今天你若是拿下他，就是大功一件。但你若是放任不管，你觉得得罪得起九龙集团吗？来人，给我把他拿下！我看谁敢动！叶秘书，叶秘书，你终于来了！这里有人胆大包天，敢冒充金融女皇。这个老太婆简直没有把九龙集团和金融女皇放在眼里，你一定要严惩她呀！严惩？对，一定要严惩。这都是他的同伙，你也一定不要放过他们，最好让他们连要饭都不行。嫁了你的狗眼！叶秘书，您不是来给我送千亿订单的吗？您打我干什么呀？千亿订单已经取消了。老太婆，你放屁！说谁放屁呢？我家小龙是查出这个冒牌货的功臣，这个老太婆才是胆大包天的骗子。你为什么光扇小龙巴掌，不收拾这个贱人呀？你说谁贱人？干什么？把他们都给我按住，一人10巴掌。你是谁？你干什么？你凭什么这么做？凭什么？就凭你们有眼无珠，竟敢冒犯真正的金融女皇！看清楚了，她就是登顶全球财富榜，手握大夏经济命脉，身价万亿，掌握9龙商业神话，金融女皇。她是真正的金融女皇。如果我不是金融女皇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配叫这4个字。刚刚都是一场误会，还请女皇大人见谅啊！这不可能，这个老太婆怎么可能是金融女皇？她明明只是一个需要靠着我扶持才能起来的死老太婆。凭你也配？自量力，给我滚一边去！不是真的，我不相信。先给她10巴掌，让她清醒清醒。是。小龙。干妈，妈，我错了，你饶过我吧，我错了，我鬼迷心窍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站住！谁也别走！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如果你们早点认错，我只当你们是白眼狼，断绝关系，冻结资产。结果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作死，那就别怪我以金融女王的名义断绝你们一切生路。不要不要啊！以我名义下达绝杀令，大夏境内任何人不许给他们1分钱1厘米。我要让这群白眼狼连饭都要不到，过得比狗还惨。老太婆，真的要做得这么绝情吗？自作孽不可活，我给你们留了一线生机，是你们自己要自寻死路。干爹，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被这老太婆逼上绝路吗？你可是宗师高手，这些凡夫俗子能奈你何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！是，住手！赵连成，你要干什么？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他们！赵连成，你这是要一条路走到黑？干爹明明就是在为我主持公道。公道？你们这种白眼狼也配说公道？呸！你说我干爹是白眼狼，可现在你在我干爹面前，你才是白眼狼。不错，我乃堂堂宗师，给了牧师多少庇佑。若是没我的保护，你以为你守得住你的财富，坐到人家金融女皇的位置？我守财产做女皇，靠的是我自己的本事，与你何干？木兰，
你别忘了，当年木氏建第一间工厂的时候，黑社会来收保护费，是我这个武道高手出手打跑了他们，你才能赚到这第一桶金啊。后来木氏集团的保安科也是我一手培训出来的，有了他们，才保了公司20年安宁，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。还有3年前，你被江南贼王绑架，是我出手解决了他，救你一命。要是没有我，你早就被撕票了，哪还能站在这里做什么金融女皇？看到了吗，死老太婆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白眼狼，可这些年你受了我干爹多少恩，如今你却要将我干爹赶尽杀绝。依我看，才是真正最无耻的白眼狼。说我是白眼狼，简直是倒反天罡，贼喊捉贼。穆小龙、赵连成，你们两个有什么脸面在这儿说这些不知所谓的话？我干爹刚刚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？你难道敢不承认？不好意思，他说的这3件事没有一件是事实。当年厂房初建，黑社会来捣乱，是我击退了他们，而他赵连成非但没有出手，还躲在厕所里尿裤子。你胡说！至于保安科，你教的那些3脚猫，第1年就被我辞退了。后来我招的那些保安都是退伍兵，他们的格斗技术都是在部队里练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些保安没练出来，是他们自己没天赋。我可是宗师高手。行，那当年江南贼王是我解决的，这救命之恩你总不能否认了吧？救命之恩，我可不记得有什么救命之恩。木兰，你净睁眼说瞎话呀！当年江南贼王绑架了你，是我亲手击退了他，你现在竟然不认账了？哼，干爹，他当然不敢认账。他要是承认了你当年的救命之恩，那今后你们离婚，那财产不就得分你一半吗？救命之恩纯属胡说，这个暂且不提。我的财产是我这辈子的心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干爹可是宗师高手，更是武盟的强者，他庇护了你多少年？就是，作为金融女皇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觊觎你的财产。若是没有我这个宗师庇佑，没有背后的武盟庇佑，你凭什么能守住你的财富？老太婆，你不报恩分我财产也就罢了，现如今还恩将仇报，简直猪狗不如。来，大家评评理，到底谁才是白眼狼？妈，这是真的吗？庇护我，凭你也配？九龙集团的保安那都是武者，凭你的实力，连给我看门的资格都没有。老太婆，你放屁！宗师强者那可是绝顶高手，能够修炼到我干爹这种境界的，那更是凤毛麟角。井底之蛙，怎知天地之大？宗师强者在凡人眼里高不可攀，但在我眼里，灭杀宗师如屠猪狗。老太婆，你疯了吧？你区一个金融女皇，就算是有再多的钱又如何？宗师高手的强大，岂是你能想象的？不错，你少给我岔开话题，我就问你最后一遍：当年救了下你这救命之恩，你认还是不认？不认！当年明明是我救了你，若不是我一招击退江南贼王，你早就没命了。老太婆，我看你是真的疯了。当年的绑架案的凶手，那可是江南贼王，是南边黑道势力的第一高手，绝顶宗师。他随便一根手指都能捏死你。你现在告诉我们，是你击退了他？他确实是疯了。木兰，你要是能击退江南贼王，那我这些年的武功岂不是白练了？确实，你这些年的武功都练到狗肚子里了。你少狡辩了，狡辩没有用。虽然江南贼王现在在牢里，但我有100种方法可以把他从牢里提到现场来，到时候我就一清二楚了。好，赶紧把他叫过来，到时候这救命之恩你不认也得认。届时我亲手拿走属于我的一切，记住，这都是你欠我的。我马上就让人把江南贼王从牢里提出来，到时候请干爹分我一点。哎，你是我干儿子，这笔钱是他亏欠我的，也是他亏欠你的。竟然隐瞒身份这么久，根本就没把我们当家人。就你们这样的白眼狼，也配当我的家人？闭嘴！等江南贼王来了，你就准备好1半的财产，偿还于我爹的救命之恩吧。队长，你也听到了，麻烦你把江南贼王从牢里提到现场吧，我们有事儿要问他。老太婆啊，你说我们是白眼，可是依我看，
你才是最无耻的白眼狼。那如果贼王是我击退的，又如何？哼，不可能！当年明明是我亲手击退了他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再怎么狡辩也没有用，等会儿江南贼王一来，就真相大白了。这救命之恩，他就算不认，您实力高强，难道我们就不能靠自己的实力拿回来吗？明明是想恃强凌弱，靠武力抢劫，别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欠我的，我拿回来不是理所应当吗？别跟他废话了，等到时候江南贼王一来，这救命之恩啊，他不认也得认。什么江南贼王，在我眼里，不过就是被我一脚踩踏的蝼蚁。谁敢说这种大话？出狱了，一定灭了他！江南贼王，你个手下败将，见到了我，你还敢嚣张？江南贼王，我问你，5年前我干爹从你手底下把这个老太婆给救了出来，并且还轻松击败了你。手下败将这4个字，你认不认？手下败将，呸！你也配！当年你绑架的木兰被我一招击退，你现在竟然不认账？击败我的人，明明是他。赵连成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以我的实力，谁都奈何不了我。说你庇佑我，简直是笑话！不可能！当年明明是我一招击败了江南贼王，你是不是被收买了？收买？所谓的江南贼王，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个小毛贼，我何必要收买他？不错，这女人的实力超乎想象。当初我是被她一拳废掉了右手，才会被你制服。要是你我真刀真枪干一场，我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你！别放屁！我可是宗师高手，这是我的宗师令牌。哇，宗师证，武蒙认证的，给我看清楚！以我的实力要灭你，岂不是轻轻松松？你现在分明是替这老太婆狡辩。她是我亲手送进监狱的，怎么会帮我说话？既然你死不认账，不妨就拿出当年的监控视频来看看，看一看到底是谁击退了江南贼王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把监控录像拿出来，正好让大家看看我当时横扫江南贼王的无敌身姿。很好，来人，把监控调出来。是。老太婆，要是真的是我干爹当年救了你，你就乖乖的准备1半的财产赔偿给我爹。哼，不错，你不是口口声声逼迫我们知恩图报吗？现在我让你报救命之恩，你报不报？哎呀，干爹，他跟你离婚本来就应该给你分1半呀，更何况还有救命之恩，他全部都给你都是可以的。对，贪得无厌，当心撑死。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我只是拿回我们应得的。等监控视频来了再说吧。 5年前的视频就在这里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看，当年击败了江南贼王、救了这个老太婆的人到底是谁？是时候让赵连成这个废物知道我的真正实力了。我呸！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婆！就算你收买了江南贼王，我也能用这个视频戳穿你啊！都睁大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！当年击败江南贼王，并且 庇佑了这个老太婆大半辈子的宗师强者，到底是谁？哦，原来是木董打的，原来是木董打败的，你说这么厉害？这怎么可能？哈哈哈哈哈！当初要不是被他一招秒杀，废了只右手，像你这种废物， 我能打10个！这不可能啊！这右手不是我废的吗？老子的右手是他废的啊！当初本来想绑架这娘们赚点小钱，可没想到碰到了绝世高手。
当时我正忙着逃命，才会被你偷袭。要是你我正面对决，像你这种废物，我一个手指头就能捏死你！没想到陆伯母这么厉害。不可能，这老太婆平时连一桶水都提不起来，怎么可能会是武神高手？我隐藏实力，就是为了让赵连成不自卑，不然他在我眼里也不过就是一只蝼蚁。不可能！我是宗师高手，就算正面面对江南贼王，我也能轻松将他解决。这些年，你靠的都是我的庇佑。没有我击败江南贼王，你跟他碰上正面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不是你庇佑了我，而是我保护了你。放屁！老子的实力足够碾压江南贼王，你给老子看好了！我当初能败他，如今照样能败他。自取其辱！不可能！干爹，你不是宗师强者吗？怎么在江南贼王手里连一招都走不过？宗师之间亦有差距。这些年，要不是我暗中帮助你提升实力，刚刚这一巴掌就足以要了你的命。赵连成，你到现在还认不清自己的实力，你在我眼里就是马戏团的小丑，你连让我出手的资格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江南贼王这些年一定是偷偷练功了，所以实力有所提升。我打不过江南贼王，我还收拾不了你吗？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偏要自寻死路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是武道宗师。武道宗师在我眼里不过就是蝼蚁，我能给你绝世武功，也能让你变成废人。干爹，他可是宗师高手，他的武功是在武盟里学的，武盟那可是武道的巅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错，虽然干爹实力差了点，可是人家可是武盟总管，你若敢伤他，到时候武盟肯定会灭你满门。武盟主管就是武盟盟主，见到我也得下跪。老太婆，我看你真的是失心疯了。你知道武道盟主是谁吗？那可是武林神话的徒弟，实力堪比武神。他的手下可是有800宗师10万武者，随便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你。木兰，你以为你赢了我就无敌了？以你的实力，在武盟面前不过是蝼蚁见长相。你冒犯武盟，10条命都不够死的。冒犯武盟盟主见到我也得问好，有什么冒犯的？木兰，看来你真是不要命了。既然你如此不知死活，我就把盟主叫来，看你还敢不敢如此嚣张啊！喂，是盟主吗？有人敢对我动手，更是对武盟大不敬，请您出手，赏你净白。有人敢冒犯武盟，看来是魂引。我马上到，不管是谁敢冒犯武盟，我虽远必诛。石老太婆，你听到了吗？武盟盟主马上就到了，到时候他随便一根手指都能捏死你。像你这种对武盟大不敬的废物，只怕会被打断4肢，挂在武盟广场示众吧。好啊，叫他来就是了。谁断谁的4肢还说不准呢。老太婆，我看你还真是不知者无畏呀！你敢对我这个武盟主管动手，不仅你要死啊，你身边所有人都要死啊！我说过，武盟主管也好，武盟盟主也罢，他们见到我只有下跪的份，要冒犯也是你冒犯我。我看你真是吓疯了！妈，别说了，武盟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呀。是啊，女皇，虽然咱们有万亿财富，可毕竟只是普通人，武者个个身手不凡，尤其是武林强者，咱们再有钱也斗不过个个飞檐走壁的武林强者呀。我说过，他们见了我只有下跪的份，你们就安心等着吧。老太婆，我看你真是疯了，你是现在下跪，
还是等武盟盟主来了之后，把你的腿打断，让你跪一辈子？老太婆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如果你现在跪下来，自断手脚，等盟主来了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。就算你现在跪在这认罪，我也不会让你死得痛快，因为白眼狼就应该死无全尸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等盟主到了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死无全尸。谁吃了囚情豹子胆，敢冒犯我们动我的人？堂主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是谁？不，木兰，盟主已经到了，你还敢出言不逊？我看你是想趁早投胎吧。盟主，赶紧把这个出言不逊的贱人的舌头给拔了，找死你！盟主，污蔑武盟的是这个老太婆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没错，他还对我这个武林主管出手啊，根本没把您和武林神话放在眼里啊！他动手，我还要对你动脚！给我跪下！不是盟主，你干嘛打我呀？蠢货！你可知道他是谁？他就是一手创建武盟，实力天下无敌，号令八方武者的武林神话。他就是武林神话。好了，我不装了。本想低调，可是实力不允许。武林神话，虚名而已。敢冒犯武林神话，论罪当诛！我杀了你也太便宜你了。你说是让我动手，还是你自废四肢？我自己动手，自己动手。都别过来，不然我要他的命！赵连成，我劝你别找死！你敢动少主一下，今天我会让你死得好惨！赵连成，你要是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，我让你碎尸万段！老太婆，你骗我骗得好惨！你明明是武林神话，天下无敌，却非要在我面前装成一个弱女子的模样。你就是为了戏耍我！戏耍你？我本以为找到了后半生值得托付的人，为此我不惜隐瞒。为了不让你有负担，不让你有压力，我教你绝世武功，让你成为武盟主管。结果你恩将仇报，黑白颠倒，还说我戏耍你？不，我的一切都是凭我自己努力修炼而来的。你放屁！你的武功是师尊让我开小道教给你的。就凭你的天赋，别说宗师了，就连最普通的武者你都比不上，就连你武门主管的地位也是师尊赏给你的。他知道你没什么本事，自尊心还挺强，靠实力你永远选不上主管。不可能！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放开小天，要不然就让你见地狱。你儿子在我手里，你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我说过，我能给你绝世武功，也能让你万劫不复。我错了，饶了我！我给过你活的机会，是你自己要找死。我说过，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，必定让你进地狱！把他的尸体给我拖出去，晦气！是。来人，把那个畜生拉出去喂狗！赵连成的账算完了，现在该你们了。大哥，你没事。小爹，不好，妈，小爹的伤势恶化了。该死！小天的五脏六腑都碎了，肯定是赵连成那个畜生在刚才挟持小天的时候暗中下的重手。现在怎么办？女皇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安排最好的医疗团队为少爷治疗。最好的医疗团队，你们耳朵聋了吗？没听到他的五脏六腑都已经碎了吗？他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，神仙难救。穆小龙，赵连成是你的同伙，小天现在危在旦夕，这笔账迟早会算到你的头上，你竟然还敢笑！我有什么不敢笑的？你们在座的任何人
谁敢动我？而且马上你们就都要跪下来求我。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如果我的儿子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。吓唬他妈谁呢，老太婆？实话给你说吧，我的亲爸乃是龙王殿的医王，龙王殿那可是凌驾一切的势力，而我爸的医术又是大夏第一。穆天这个傻子，只有我爸能救。你说，你该不该跪下求我？不可能，穆小龙的生父竟然是大夏医王！传说中，大夏医王可是能够活死人肉白骨的存在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背后还有传说中的龙妈撑腰，那可是集权势、地位、财富、武力、医术为全球第一的存在啊！不错，什么金融女皇、武林神话，在龙妈面前那都是小打小闹。我爸的医术举世无双，但是都只能当龙妈的一个小弟。没错，自己再厉害，也不如嫁得好。我老公哪怕只是龙王殿的一个看门，也比你的金融女皇和武林神话厉害100倍。如今你儿子半死不活，也只有我老公能救了。听见了没，老太婆？你最好啊，现在就跪下，否则可没人救你那个宝贝儿子了。我自己的儿子我能救，区区一个给龙王殿看门的也配拿出来威胁我？老太婆，我爸背后的势力那可是龙王殿，你竟然敢侮辱他！侮辱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区区医王能给龙王殿看门，已经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了。妈，别说了，医王背靠龙王殿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招惹得起的。九龙集团再有钱，武魔实力再强，也只能在大夏纵横。可龙王殿是凌驾全球的顶级势力，咱们惹不起呀。是啊，女皇。少爷现在危在旦夕，咱们还等着医王来救命呢。我的儿子我自己能救，何须假借庸医之手？老太婆，我看你还真的就是井底之蛙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你的儿子5脏6腑都已经碎了，已经是个半死的人了，他只有我爸能救。我给你最后的机会，把九龙集团的财产给我，并且让整个武谋的人都跪下来，给我和我妈当奴仆，否则你就看着你的儿子死吧。九龙集团和武盟，你也不怕撑死？我爸是医王，背靠的是龙王殿，这种小势力我分分钟拿捏。你的儿子马上就要死了，我现在把我爸叫过来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叫吧，反正他来了也只是丢人现眼。你也就现在嚣张了，等下你的儿子断气了，我看你怎么跪下来求我。喂，爸，这个死老太婆的儿子马上就要死了，只有你能救。你现在过来，他肯定跪下来求你，到时候我就能借机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穆小龙，你拿小天的性命威胁伯母，简直比强盗还恶劣。别侮辱了强盗，道义有道，而他就是个畜生。小雪，你先扶好小天，我用内力先稳住他的伤势，然后再救治。老太婆，你现在骂我是畜生，到时候我爸来了，我要让你像条狗一样跪下来求我。没有我爸出手，我要看看老太婆你能给他续命到什么时候。所谓医王，我就是个庸医，哪怕他想出手救我儿子，还不够格。大言不惭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质疑我的艺术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质疑我医王的医术？爸，你终于来了，就是这个贱人的儿子快要死了，他在府上一定会求你。放心，我会用我的医术为你们娘俩除除这口恶气。我儿子还轮不到你救，倒是想想该怎么自救吧。自救啊！老太婆，你疯了吗？我堂堂医王，无病无痛，更有龙王殿撑腰，谁敢动我？爸，他也就现在嚣张了，我看他儿子的病情马上就要恶化了，待会儿我会让他像一条狗一样趴在我们一家3口面前求我们。等我救回我儿子，再来收拾你们。妈，怎么办？老太婆，你不是说你能救你的儿子吗？看你儿子的样子，似乎快要没命了。这小子5脏6腑都碎了，死气都挂在脸上，阎王要收他，谁也拦不住，除了我。妈，怎么办？不用怕。不好，小天的呼吸都停了。啊！
给了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你儿子现在都断气了。老太婆，你不是说你能救吗？怎么把你的儿子都给救死了？这断气对我来说倒不是什么难事，只要他们肯下跪求我，我可以让他起死回生。求翼王出手救救小天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什么都愿意做有个屁用！你不过就是我们柳家的弃子罢了。哎，未必呀。她现在是穆家的儿媳妇儿，是能够替这个老太婆做主的。哦，小雪，不用求他们，小天我能救。老太婆，你能救个屁！还在嘴硬呢！你的儿子都叫你给救死了，这是给你的最后机会。你现在过来下跪，我爸才有可能出手相救。我跪，不许跪！小天，我马上就能救活。你能救个屁呀！他都5脏6腑都碎了，针灸根本就没用，只能用药。看好了，这是我的起死回生丸，只有他能救。求翼王赐药，救救小天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没有价值，这个老太婆的集团和武谋才有价值，光下跪可不够哦。那你想怎样？你让这个老太婆把她的集团和武谋都让给我，并且跟你一样过来给我们跪下舔鞋，我可以考虑把这颗药丸给她。妈，你听到了吧？针灸没用，只有翼王的药才能救。妈，一个庸医，什么都不懂，有我在，小天不会出事的，你放心，可千万别被他们迷惑了。可是，这个老太婆是已经疯了吧？啊！他这是要害死他自己的亲儿子呀！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戏吧。母亲杀死儿子的大戏，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。反正也是个傻子，这死了正好解脱了呀！是吗？夏虫不可语冰。接下来我就会让你们这些白眼狼见识见识什么是九转神针。小天，小天，啊！小天他没了，小天他没了，小天，小天！刚刚我的九转神针已经把小天救活了，他现在只是处于假死的休眠状态，他一会儿就会醒的。你照顾好他，把他脸上的血渍擦干净。九转神针，我呸！如果他真的会九转神针，那他说不定还有机会挽回这个傻子。可惜呀，这九转神针只有龙妈才能掌握的绝技。是啊，这龙妈乃何许人是也？天上地下那都是第一人。我看这老太婆是脑子进水了。他现在啊，把人给治死，他就是杀人凶手，就应该让治安队的人来制裁他。我儿子没死，你们要是再敢诅咒，拔了你们的舌头！这老太婆是刚刚死了儿子，精神崩溃，开始胡言乱语了，呼吸都停了，脉搏都断了，这不是死，什么才是死啊？是啊，我看他是疯了，还活在自己的幻想里，哪怕他儿子化成了白骨，他还觉得他没死。九转神针，活死人肉白骨，哪怕是真的白骨，我也能救。看到了吗？这老太婆是真的疯了，装疯没用，杀人偿命。没错，就算你是金融女皇、武林神话，杀了人也得一命抵一命。杀人偿命，杀人偿命，杀人偿命。啊！小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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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啊，小雪，我醒了。妈，妈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大哥和如烟背叛了你，还想害死我。小天，这不是梦，但是我已经粉碎了他们的阴谋。小天，你不仅醒了，还恢复正常了。恢复正常了。我的小天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之前你脑子里有血肿，就算是我，也不敢轻易治疗。
怕伤到了你。没想到，这一次使用九转神针，竟然清除了你脑子里的血种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真的会九转神针，把这个傻子起死回生？你真的是龙妈？怎么可能？龙妈那可是万人之上的巅峰存在，这个老太婆，她顶多就是金融女皇和武林神话罢了。没错，小龙当了他20多年的干儿子，他要真是龙妈这样的大人物，早就暴露了。我是什么身份？现在你们已经没有资格知道了。现在就是我们算总账的时候了。你们不能跟我！老爸可是医王，他背后的势力可是龙王殿。没错，我乃堂堂医王，背后有万人敬仰、天下无双的龙妈。你们有几条命，敢对我动手？龙王殿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见到了我的九转神针，就应该知道我的身份。你能有什么身份啊？就因为你会九转神针，你就敢冒充龙妈吗？冒充？九转神针乃是龙妈的独门绝技，你要不要问一下你这个便宜的爹，是不是？是，但也不是。我更相信我儿子的话，你肯定不是龙妈。九转神针是一门医术，虽然只有龙妈会，但也不代表别人学不了。不错，你能练成九转神针，那只能说明你有几分本事，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冒充龙妈，这还远远不够格。没错，你冒充龙妈已经是真正的死罪，比你冒充武林神话和金融女皇要严重100倍呢。我本就是金融女皇和武林神话，之前跟你们说了，可是你们不信。现在我说我是龙妈，你们又不信。没想到你们还真是愚蠢到家，不可救药啊！我看你才不可救药，武林神话和金融女皇算个屁呀！龙王殿可是掌握了全球财富，100个九龙集团都比不上。龙王殿号称高手10万，就连给龙王殿看门的都是武神强者。你撑死了也就在大夏横行霸道，竟然还敢冒充称霸全球的龙妈！哼，没错，就冲你刚刚大逆不道的举动，我马上联系龙王殿，让龙殿自强高手龙卫亲自来收拾你们。喂，是龙卫吗？这里有人竟敢冒充龙妈，大逆不道！你快快赶来，将他们千刀万剐，以儆效尤。老太婆，龙卫的人马上就到，你死定了。我乃龙妈，等龙卫到了，死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。老太婆，我有时候是真的佩服你，你不仅嘴硬，而且头铁。这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冒充，唯独龙妈是万万不可冒充的。没错，像你这种货色还敢冒充龙妈，那简直就跟乞丐冒充皇帝一样滑稽。龙妈才是我最重要的身份，金融女皇也好，武林神话也罢，那都是玩票。这九龙集团，我本是打算传给你的。至于武盟，那本来也是准备留给赵连成的。我身为龙妈，原本想以这个身份庇护我的家人，只可惜我把你们当家人，而你们却趴在我身上吸血吃肉。行了，老太婆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跟我们打感情牌了。龙卫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死的。妈，您真的是龙妈？那位可是比大夏国国主还要尊贵的存在，你可不能随随便便冒充啊！老太婆，你看到了吗？连你的亲儿子都不相信你，你还有什么好装的？我本就是龙妈，只是高处不胜寒。如果你从小就以龙妈之子的身份生活，我害怕你会变成纨绔子弟。不过还好，我的小天长成了英雄，妈现在可以放心的把一切都交给你了。你冒充龙妈，你身边的人和你的儿子都是同罪，你们都得下地狱。不管我妈是不是龙妈，我都会保护她。你们谁想伤害她，我绝对不答应。穆天儿，光凭你可拦不住龙卫。你妈自己找死，谁也护不住。只可惜啊，你刚刚恢复过来，又要被你妈给坑死了。就是，如果我是你，就赶紧跟你妈断绝关系，省得被她坑死。你以为我跟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一样吗？母亲生我养我，我这条命为她死了又如何？你愿意为她去死又如何？难道你身边的所有人都愿意跟着一起去陪葬吗？得罪了龙王殿，下场可是很惨的。没错，冒充龙妈在龙王殿可是1级大罪，要灭尽满门。你们识相的就赶紧下跪求饶，要不然
害死自己，害死你们全家。你们要是觉得我是冒充的，也可以下跪求饶。妈，大家都愿意和你站在一边，是因为你的人品，所有人都愿意相信你，愿意和你站在一起。好，难得大家这么看得起我。等我收拾了这些垃圾，我会以龙妈的名义回报你们所有人。老太婆，你还在这儿装呢？龙卫马上就到了，到时候他们随便就能把你们所有人给捏死。等龙卫到了，谁死谁活还说不准呢。竟敢冒充龙妈，你有100条命也不够，给我拿命来！老太婆啊，龙卫大人到了，你死定了！哎呀，启禀龙卫，就是个疯婆子，还冒充龙妈，玷污了老人家的威名，请你快的将他千刀万剐！大胆疯婆子，找死！看清楚我是谁！看个屁呀！你就是个疯婆子，请队长赶紧把这个人绳之以法，不然以后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践踏龙王殿，冒犯龙妈。给我住口！这队长，您打我干什么呀？当然是打狗。你来人，把冒犯龙妈的人给我围起来！是。老太婆，你嘴硬没用，龙卫马上亲自都会收拾你。敢冒充龙妈，你就等着被龙王殿灭尽满门吧你！我儿子举报你个冒牌货，到时候可是大功一件，说不定有机会能加入龙王殿呢！啊！胆敢冒犯龙妈，把这人给我抓起来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对呀，冒充龙妈的明明是个老太婆，你们抓我们干什么呀？瞎了你们的狗眼！他就是你们口中位列全球巅峰、掌管泼天财富、无上权势、堪称神明的龙妈，还不跪下？怎么可能？这个老太婆怎么可能是龙妈？那龙卫队长都已经证实了她的身份，她就是龙妈。没想到小龙的干妈竟然有这样的身份，早知道我就不该和小龙相认，让他抱着龙妈的大腿呀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你们这些白眼狼，根本不配得到我的庇佑。妈，没想到你真的是万人之上的龙妈。对啊，妈，我和小店还为您担心呢，没想到您其实早就已经掌握了一切。本来今天这场葬礼是我对穆小龙他们的测试，只要他内心善良、诚实守信，我的这一切原本都可以让他来继承。只可惜这一世试出了他白眼狼的本质。干妈，我错了。之前我都是鬼迷心窍，请您看在20多年的养育之恩的份上，饶过我吧。妈，看在我是你儿媳妇的份上，您饶我一命吧。穆小龙，养育之恩，你现在知道养育之恩了。好，那我就饶了你这条狗命。多谢干妈，多谢饶命。因为就这么让你死了，太便宜你了。把他给我打成傻子，再打断4肢，从此之后只能乞讨。我儿子受过的伤，你要再受过100遍才能死。干妈，饶命啊！干妈，饶命啊！不要啊！干妈，小龙，干妈，饶命啊！妈，这一切都是穆小龙指使我们的，他是主犯，我们只是帮凶。求您看在清雪的份上，饶我们一命吧。是啊，清雪，你总不能看着爸爸和姐姐受苦吧？啊！当你们坑害小天，向我挥鞭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不是刘家人了。现在我是小天的妻子，我同意妈和小天惩戒你们这些恶人。说得好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媳。之前我就是对你们太好了，把你们当人看，没想到你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侮辱了人这个词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关进狗笼子里。既然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，下半辈子你们就跟狗过吧。带走。妈，小天，你现在跟清雪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就算今天这场葬礼是真的，妈也能放心了。哎妈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。以后我和清雪就好好守着您，为您尽孝，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
好，有你这样的好儿子，有清雪这样的好儿媳，比我当龙妈呀还要高兴100倍。